朋友们，大家好。那么上个视频呢，我们就聊到新加坡的人才战略啊。那么这个视频呢，我们接下去继续讲。这个视频呢，我们要讲到的是新加坡的国家定位啊。第四个呢，就是国家定位啊。新加坡呢，它选择做全球的中转站啊，而不是生产者，因为他们本身并没有很多的那个天然资源嘛，对吧？也没矿，也没油，什么也没有啊。它的港口吞吐量呢，就位居世界前列。樟宜机场连续多年被评为世界最佳机场，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啊。新加坡航空啊，新加坡航空也是世界最佳航空，前几名吧。能够和它相比美的话啊，只有那个迪拜的啊，一些什么阿联酋航空啊、阿布扎比航空啊这些迪拜的航空。但是呢，我觉得对于就是说，呃，亚洲客户来讲啊，他们的这种细微的程度啊，还有就是，我觉得语言吧，语言啊，就是你在新航上你也可以用那个 Mandarin，对吧？你用中文去讲是没有问题的啊。但是你如果是那个做那个迪拜的一些航空，你就只能用英语啊。另外，新加坡的金融体系啊，吸引了大量跨国公司作为区域总部，尤其是这些年呢，新加坡超过了香港，成为了新的亚洲金融中心啊。大批的公司亚洲总部呢，都从香港搬到了新加坡。根据Bloomberg 的一个报告，截至2023年新加坡承载了约4200家跨国公司的区域总部啊，而香港呢只有1336家，这个差距就扩大了，对吧？而且就很难追上了啊。这个其中呢有很多的跨国著名的这种跨国企业，比如呢像 Microsoft 微软、Google 谷歌、Felix 这个是一个快递公司吧，还有 Rolls-Royce 就是那个劳斯莱斯，对吧？以及中国的很多著名公司比如 TikTok 还有像 Shein 还有那个 NIO 是那个蔚来汽车还有华为等呢，都选择在新加坡建立总部或者业务中心。新加坡呢，它一步步的成为了全球经济链条的一个核心的位置这个没有办法就我们只能看着就是就这个时代会有很多很奇怪的事情，对吧？就过去我们怎么也不会觉得就是新加坡的金融地位能够取代香港，这个是难以想象的难以想象的。因为毕竟香港就领先了那么多年香港是挺可惜的因为说实话，我心里面我是很喜欢香港的，就是在我20多岁的时候基本上我一年要去香港好几次因为那个时候去香港干嘛呢？就最初的就去香港去看电影因为香港呢，它当时的这个制度，对吧？它是跟那个中国大陆是不一样的，它是一国两制嘛，对吧？所以它有很多电影就是中国大陆它是没有上映的看完电影呢，再去书店买书那个时候呢，就是你买书，不管你买什么书，你从那个香港你一买，对吧？你就走到那个就是回中国大陆，你是机场，他也不管你，就安检他不管的。后来有一段时间开始，他就要管了就要看有没有买一些什么禁书对吧？讲政治的或者什么东西的。那么后来呢，去香港更多的呢，就是去跑步去爬山去跑步、去爬山不是那种跑马拉松什么的，就是呢，我后来我去香港很多次呢，我一般就是去那个到那个就是香港的那边的西贡然后从西贡呢连接到就是沙田。有一个山这个山呢就是大概走个4个小时吧，还是3个多小时，那么就去爬山，然后走到西贡，走到西贡以后呢。
啊，就西贡的海边有喝茶啊，有吃海鲜啊，有些什么饭店啊，因为那个山很漂亮啊，而且它很生态，就是它没有像那个很多人工的痕迹啊，它的规划做得很好啊，就是基本上就是你每走一段路，它就会提示你啊，就你大概还需要多久能走到下一个什么点，或者说有多久能走完啊，并且呢，路上会有野猪啊，会有什么东西啊，它都会提示你。然后那一段路的那个山路的风景啊也非常好，就是能够看到山，看到海啊，然后呃感觉那个海拔还挺高的，那个云啊就会压着的感觉啊。后期去香港很多的时间呢，就是去爬山，去西贡吃美食啊。当然了，这里也是看了很多香港的，就是一些文化人吧写的书啊，像什么蔡澜先生啊，对吧？之前写的一些书啊。第五啊，软实力和形象，干净啊，整洁高效，这个是大家对新加坡的第一印象。很多人和新加坡公司合作的评价是文件整齐、时间准时、承诺必兑现啊。这些官方的语言呢，就是政府办事效率高，政策可预测、可执行啊。我其实是有一定的那个经验的啊，因为我和新加坡的公司合作过多次啊，那么不是一些商业的合作啊，是一些慈善类的合作啊。我觉得他们在制定流程啊或者什么，也还是比较有一套的啊。就因为像慈善的工作者都是从全世界各地啊到达一个地方，但是呢，我们很少有时间上的误差啊，基本上就没有。我们的话就是没有掉过链子啊，就是一环接一环，非常的紧密啊，并且呢，就是慈善工作安排啊，像住宿啊，像吃饭啊，对吧？就这些东西都是非常有条理啊，并且其实他们就整个带领我们一个几百个人的这种团队啊，慈善的团队去做事情的时候，只有一两个人啊，就在具体操作这件事啊，而且那个人看起来还是就慢悠悠啊，不温不火的啊，就是感觉也不是那种像大声喉咙喊啊什么啊，就所以这个我觉得啊挺牛逼的，对吧？而且呢，就是他们的多元化的啊，就是文化节庆，由于新加坡是个多种族嘛，所以他们什么节日呢都会搞一搞庆祝下啊。那么这个呢，也让外界就觉得啊，新加坡它是一个非常包容、不排外的一个国家啊。新加坡呢，它过去啊，我记得就是每年，李显龙总理啊，他都会，像我这代人啊，因为看的就是李显龙总理更多了，对吧？那个像李光耀总理啊，就不属于我们这个年代了嘛，对吧？所以看的就比较少。那么李显龙总理呢，过去他每年在国庆群众大会啊，就他们有一个叫 National Day 啊 Riot 的这样的一个活动，他们呢就会通过长篇的一种演讲，讲述国家的愿景、政策方向、社会挑战，他讲的是很细、很接地气的啊。比如啊，就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在疫情期间吧，他们这个李显龙总理啊，就会把这个防疫的细节工作啊，防疫的人数啊，做得好不好啊，需要帮助的人口，多少人要领那个买菜卡，买菜卡的这些政策啊，下一年会怎么样啊？他们都会讲得非常的细啊，而且就是我记得他在给那个年轻人啊讲一些新加坡的住房问题的时候啊，我觉得讲的也特别的好啊，这个是一方面我觉得是确实是口才好，一方面是思路好啊，这个反正对我们来讲都是学习。那么像这种呢，既是一种国内的政策沟通啊，就你从内部讲啊，你对那些弱势群体啊，对老人啊，对很多比如说年轻人啊，对吧？就这种内部啊，你让人感觉就很好。那也是对国际社会啊传递新加坡的形象啊，因为
每年这个东西啊，就像我们能看到，对吧？就它是向全世界公开的啊，它不是一个内部的啊。那么为什么啊新加坡的华人在海外就会就混得更好呢？对吗？因为其实在国外那么多年啊，那么我呢也不少认识这个新加坡的华人的啊，也合作过不少。那么他们同样呢是华人啊，但是在国际的职场和生活当中呢，我觉得他们和其他地方的华人啊区别是很大的。首先呢，就是在一些欧美国家啊，尤其是英语国家，那么新加坡人呢，几乎他们一落地啊就能够用英语去工作、去交朋友。新加坡呢，它的多元化社会，对吧？从小就跟马来人啊、印度人啊、欧美人啊一起上学啊、过节啊、工作啊，这些环境呢，就让他们很会处理文化差异啊。那到了海外呢，他就比较能够容易的进入主流社会的圈子啊。他们呢和我觉得欧美啊上级或者客户沟通呢是比较顺畅的啊。和那个香港的、台湾的、马来西亚的华人呢，他们也没有什么文化上的隔阂啊。就他们，我觉得就是唯一的，就他们比如说和那些 ABC 对吧，就 American Born in China 是吧，或者说那种在加拿大、在澳洲啊，或在欧洲就土生土长的那些华人对吧？因为那些华人其实还是不一样啊，因为接受的就是这种中华的这种华人的文化就会少一点啊，那我觉得还是有一点区别。但是呢，他们纯粹和外国人啊接触的话，我觉得他们是更占优势的啊。那么很多中国留学生呢，他们毕业后好多年啊，都要适应语言和职场的文化，就是融入，对吧？即使啊，就中国留学生，比如说我们在这边很努力的去学习语言啊，我就真的要好像10多年，或者说更久啊，我才发现就是他们有主流的啊，能够融入他们的社会的啊，在西班牙也有，我看到有西班牙也有一个上海的女生啊，她在西班牙电视台做节目啊，也有我们上海的一个西班牙的一个男生啊，他是在那个 TikTok 上啊，他用那个西班牙语做那个就 TikTok 的节目啊，做美食什么的啊，做的也很成功，对吧？但是这些人都来了10多年啊，甚至更久啊。一般来说，就是大学以后就留下来，一直留下来就很多年啊。第二个呢，就是规则意识啊。国际职场的信任呢是建立在规则之上的。那么在新加坡长大的人呢，我觉得他们从小习惯啊说到做到，迟到失信啊耍小聪明呢都会有严重的后果。那么这种契约精神呢，在团队的合作之中呢是很有帮助的啊。就算个人的能力并不是特别强，但是呢大家都愿意接纳和合作，